发现，年纪越长，晚餐吃得越早越少，甚至很多人到了晚上怕胖、怕不好消化，干脆什么都不吃。结果呢，睡得早，醒得也早，半夜饿得肚子咕咕叫，早上起床却觉得整个人软趴趴。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但您知道吗？如果睡前长期空腹，其实身体会偷偷把肌肉拿去当燃料白消耗。特别是65岁以上的朋友，肌肉本来就每年都在减少，睡前再不吃一点营养，肌肉就流失得更快。医生说，这样下去，一觉醒来，您可能不是休息够了，而是肌肉又悄悄少了一块。久而久之，走路会变慢，爬楼梯会喘，甚至站一会儿腿就酸。这不是单纯年纪大的问题，而是身体在发出警讯，营养没跟上，肌肉正悄悄溜走。所以今天这集我们要来告诉您，睡前吃对一点点，不但不会变胖，反而能保住肌肉，睡得更好，走得更稳。我们准备的8种特别适合晚上吃的护肌食物，全部都是日常买到吃得安心的天然营养，而且很多医生自己也会吃。影片后段还会告诉您哪一种是第一名，效果连专业营养师都大推。欢迎您一边收看一边在留言区写下数字1，代表有睡前吃点东西，敌音代表几乎空腹入睡。也欢迎分享您晚上的小习惯，说不定能让别人也学到一招。在医学上有一个词，这几年被越来越多医生提起，叫做肌少症，意思就是肌肉悄悄变少，但自己却没什么感觉。刚开始只是觉得爬楼梯比较喘，蹲下站起来比较慢，走一段路腿会酸，很多人还以为是老化的正常过程，但其实不是这样。肌肉就像我们身体的引擎，力量的来源，它不只让我们走得稳、站得久，更负责支撑骨头、保护关节。一旦肌肉变少，就像骨架失去了支柱，跌倒、骨折的风险也跟着升高。根据医生的观察，65岁以后，如果没有特别注意饮食和活动，肌肉量每年可能会流失3到8%。有些人没特别感觉，等到真的走路开始不稳，才发现问题已经存在好一阵子了。我认识一位叔叔，退休以后生活很规律，3餐正常，但习惯晚餐吃的清淡，晚上也不太吃东西。有段时间他常觉得腿没力，起床动作也变慢，结果去做了身体组成检查，才发现肌肉量掉得比同龄人还多。后来在营养师建议下，他改成晚餐多补充一些蛋白质，并在睡前吃一小份优格或豆浆。3个月之后，他说走路速度真的变快了，而且早上起床也不再觉得脚酸。这种情况其实很多人都碰过，只是过去没有肌少症这个名词，大家也就忽略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就更应该从平常的饮食习惯开始调整，尤其是晚上这一餐，或是睡前的一小口点心，非常关键。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介绍今天的重点，哪8种食物最能帮我们在夜里修复肌肉、维持腿力。第一种食物，营养师和医生都大推，不止蛋白质含量高，连肠胃不太好的人也适合吃。第一种适合晚上吃的护肌食物，就是这几年越来越多人认识的希腊优格。优格大家都吃过，但希腊优格有什么特别？简单来说，它是把普通优格进一步滤掉水分，让质地更浓更滑，营养也更集中，尤其是蛋白质含量比一般优格多出1到2倍，而且糖分相对少，对中老年人来说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晚间蛋白质来源。为什么适合晚上吃？因为睡觉的时候，其实身体也在默默修复肌肉，平衡荷尔蒙，而这些过程都需要原料，也就是蛋白质。如果晚上什么都不吃，身体就会被迫去分解现有的肌肉来维持代谢，久而久之，腿脚就变得越来越无力。而希腊优格不但蛋白质够，它的质地也比较浓稠，吃下去有饱足感，但又不会太重，不会造成肠胃胀气，也不会影响睡眠。很多人吃了之后反应反而比较好睡，早上也不容易头晕脚软。
它里面还有钙质、益生菌、维生素 B 群，能帮助维持骨骼密度，改善消化系统。对年纪渐长的朋友来说，这些都是身体最需要的营养。如果不太喜欢原味的酸味，也可以自己加一点无糖黑芝麻粉，或几颗蓝莓、香蕉切片，不但口感更顺口，营养也更全面。不过要特别提醒，市售的优格种类很多，有些加了很多糖或香料，反而对血糖不好。建议你选购时可以看包装上的营养标示，尽量挑选原味、无糖、成分单纯的希腊优格。有位长辈朋友就分享，他原本晚上常常腿酸睡不稳，自从睡前吃半杯希腊优格当点心，不到2个星期，睡眠品质明显改善，连早上起床的动作也更有力气了。吃得对，睡得稳，肌肉也能慢慢养回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第2种护肌食物，也是很多人从小喝到大的好东西——豆浆。但您知道吗？晚上喝豆浆其实还有特别的保养效果哦。很多人以为豆浆只能当早餐，其实晚上喝一点无糖温豆浆，不但能补身体，还能帮助肌肉修复，睡得更安稳。而且对乳糖不耐的人来说，豆浆是非常温和又好吸收的选择，不用担心会肚子胀、拉肚子。豆浆是用黄豆打出来的，黄豆本身就是植物界的优质蛋白，它含有完整的氨基酸组合，还有天然的大豆异黄酮，能帮助平衡荷尔蒙，强化骨头，也对维持肌肉量很有帮助。特别是对上了年纪的女性来说，荷尔蒙变化会加速骨质和肌肉流失。如果晚上能喝一杯温豆浆，不止营养补得够，也能安定神经系统，让人更好入睡。我认识一位70几岁的阿姨，以前总觉得早上脚酸腿软，走没几步就累，原本以为是老花的正常现象。后来女儿请她晚上试着喝一杯温豆浆，再配几颗坚果，没想到1个月下来，她说整个人轻盈了不少，睡得也比较熟，早上起床脚也不麻了。豆浆的喝法其实很弹性，您可以直接热一下来喝，或加一点黑芝麻粉、杏仁粉、山药粉，变成一杯浓浓的晚安饮。如果牙口不好，这种细腻温润的喝法也特别适合。不过要注意的是，市面上有些豆浆糖加了不少，甚至还加了奶精、香料，建议您尽量选择原味、无糖、成分单纯的豆浆，自己煮当然更好。如果怕单调，也可以换成黑豆浆、无糖豆奶，这些都属于相同类型的蛋白来源。豆浆虽然温和，但它的营养密度不低，每天晚上喝上1小杯，不用多，大约150到200毫升左右，就能帮身体补进足够的植物性蛋白，还能避免夜里肌肉被分解。讲完豆浆，接下来的这位护肌小帮手几乎人人家里都有，它不仅营养价值高，施法还很简单。医生也常说，如果每天只能选1种东西来补蛋白质，这颗食物绝对排得上前3名。第3种食物，说简单也不简单，说贵也不贵，它是我们日常最容易取得的天然营养品——鸡蛋。别小看这一颗蛋，它里面藏着对肌肉非常关键的营养成分。鸡蛋含有完整的优质蛋白质，这些蛋白质的组成和我们身体的肌肉非常相近，因此特别容易吸收。也就是说，吃1颗蛋能帮我们的身体直接拿来修补肌肉，维持体力，效果是很快看得见的。有些人担心胆固醇问题，不敢晚上吃蛋。其实现在医生普遍认为，只要不是每天吃5-6颗，正常饮食中吃1颗鸡蛋，对大多数人来说完全没问题。而且中老年人更需要优质蛋白质来维持骨骼健康与肌肉量。蛋黄里的卵磷脂和维生素 D 也对脑部和神经系统有帮助。鸡蛋还有一个很适合晚上吃的优点，就是饱足感强，但不会太撑，
尤其是水煮蛋，清爽无负担。睡前吃一颗，既能防止半夜肚子饿，也能让身体在休息时有足够的营养去修复肌肉和组织。如果您不喜欢直接吃水煮蛋，也可以变换做法，像是蒸蛋、烘蛋或加在粥里滚熟，都很适合晚上食用。重点是不要加太多油盐，也不要油炸，就能吃得安心又健康。我认识一位80岁的伯伯，以前早上常常脚没力，站不太稳，后来医生建议他每天晚上睡前吃1颗水煮蛋，结果2个礼拜下来，他就感觉整个人精神变好多，连走路的步伐也轻快不少。当然，吃蛋也不必一次吃太多，对于年纪大一点的朋友来说，一天吃1到2颗已经很足够。睡前吃的话，建议1颗就好，不需要额外加太多东西，简单最安心。讲完鸡蛋，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类食物，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是零食或点心，但其实它们对养肌、养神经、补元气都有意想不到的帮助。特别是晚上吃一点，不但睡得好，连抽筋、腿麻的问题也有改善。说到第4种护肌食物，很多人一听会以为是热量高的小零嘴，但其实只要吃得对，它反而是晚上保养身体的黄金营养品。我们要讲的就是坚果类，像是杏仁、核桃、腰果、开心果，其实里面都藏着帮助我们维持肌肉、安稳神经的好营养。它们的共同特色是富含植物性蛋白质、健康油脂，还有镁、钙、锌、维生素 E、B 群这些身体非常需要的微量元素。尤其是镁，对中老年朋友特别重要。有些人晚上常常睡到一半抽筋，或是脚麻、腿酸，可能不是天气冷，也不是血压问题，而是身体里的镁太少了。坚果就是一种非常温和又自然的补镁方式。另外，坚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也被称为好油，它们不会像炸物那种让人发胖的油，而是可以帮助身体抗发炎、稳定血糖，也让细胞修复得更顺利。尤其在睡觉时，身体正悄悄地帮我们修补白天的损耗，这时候来点优质油脂是再合适不过的事儿。很多长辈一开始会担心晚上吃坚果会不会太油，会不会胖？其实不会，只要吃的量对，选的品相对，反而会让睡眠品质变好，早上起床腿也不会那么酸软。像我认识的一位阿姨，原本晚上一动脚就抽筋，自从每天晚上饭后吃一小把原味核桃，现在都能一觉到天亮，脚也没那么容易抽筋了。不过坚果要选原味无调味的最理想，不加糖、不加盐、不油炸才是真正的健康。如果牙口不好，也可以选碎一点的，或打成粉，加在温豆浆、牛奶里一起喝，营养一样好吸收。至于量的部分，大约1汤匙或1小把就够了，不需要吃多。睡前吃一点点不会影响体重，反而能帮您稳定血糖、养住肌肉，还能让晚上比较好睡。讲完坚果，接下来这2样食材是我们东方饮食文化里常常见却常常被忽略的营养宝藏，一个是香香的黑色小种子，一个是豆类中的长寿代表。它们不止补骨，也能养筋强肌，非常适合晚上来一点。第5和第6种护肌食物，其实在我们日常饮食里经常出现，但因为太常见，反而常常被忽略它们真正的价值。先来说说黑芝麻，这黑黑香香的小种子，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有补肝肾、润五脏、强筋骨的功效。而从营养学角度来看，黑芝麻富含钙、镁、铁、锌，这些都是维持肌肉、骨骼和神经运作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特别是晚上要睡觉之前，来1小匙黑芝麻粉，冲泡热水或豆浆，不止香气十足，也能帮助神经放松。对容易抽筋、手脚麻的人来说，是一种很自然的缓解方式。有些人说自己睡前吃黑芝麻，原本早上膝盖酸、走路没劲的状况都改善了，连头发也变得比较有光泽。其实这不是迷信，
而是因为黑芝麻里的天然油脂和矿物质的确有助于身体从内到外的滋养。再来说说黄豆制品，像是豆腐、豆干、豆皮、黄豆粉，这些其实都是植物界的蛋白质宝库，它们提供的是植物性蛋白，而且比较温和，好消化，特别适合牙口不好、肠胃虚弱的长辈。如果不太吃肉的人，更需要从黄豆制品中获取足够蛋白质来维持肌肉量。像我认识一位长辈，平常不太吃鸡肉、牛肉，但每天晚餐一定有一小块豆腐或喝一碗豆浆汤，年过70还是走得快，腿力很好。晚上的黄豆制品建议量不用多，一点豆腐加在汤里，一小杯黄豆粉冲泡热水，就能提供一餐所需的基本蛋白补充。而且这些豆类的味道温润，不会刺激肠胃，睡前吃一点不胀气不生冷，刚刚好。有些人也会把黑芝麻粉加黄豆粉一起冲泡热水，当作睡前饮品，不但补气养肌，还能顺便润肠，早上上厕所也比较顺畅。听起来简单，做起来也容易，关键在于持之以恒。讲完黑芝麻和黄豆，接下来的这2样护肌食物可以说是西方营养学也极力推荐的晚间优质蛋白来源，不但能安神助眠，还特别适合需要额外补充体力或是体重偏轻的朋友。讲到第7和第8种护肌的好帮手，其实很多人小时候就常接触，只是长大后反而忘记了它的好处。我们说的就是温牛奶以及乳清蛋白粉。先说牛奶，牛奶是非常完整的天然营养品，它含有优质蛋白、钙、维生素 B、B 群，还有色氨酸。这些成分不仅对骨头、肌肉有好处，也有助于放松神经，帮助睡眠。很多人睡前喝一杯温牛奶，不止比较容易入睡，还能减少夜里翻来覆去、腿部不舒服的情况。尤其年纪越大，身体合成蛋白质的效率下降，晚上这段修复时间就显得特别关键。如果这时候有足够的蛋白质供给，身体就能用来修补流失的肌肉，不会一觉醒来感觉脚没力、腰酸背痛。不过有些人会担心牛奶不好消化，或喝了会拉肚子。其实温牛奶比冰牛奶更容易吸收，而且可以尝试小量喝，观察身体反应。如果真的乳糖不耐，那就可以考虑第8种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是从牛奶中提取的蛋白质精华，蛋白质含量高，吸收速度快，脂肪和糖分都很低。很多长辈因为牙齿不好，吃得少，胃口差，结果一天蛋白质摄取严重不足。这个时候乳清蛋白就能补足缺口，特别是病后复原、体重偏轻或者肌肉已经流失较多的朋友，医生和营养师常会建议睡前冲泡1小杯乳清蛋白粉来喝，帮助夜间合成肌肉，维持代谢平衡。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喝乳清蛋白，主要还是看平常饮食摄取够不够。如果3餐都吃得不错，其实只喝牛奶就很足够。但如果胃口不佳，3餐吃得清淡，那加上一点乳清粉就是一个简单又实用的加分选项。乳清蛋白建议选择没有添加人工香精、糖分不高的版本。冲泡时可以用温水，不要用热水，以免破坏蛋白质结构。也可以混在豆浆里、无糖饮品里，一杯简单的养肌饮就这样完成。讲到这里，我们已经介绍完8种晚上适合吃的护肌食物。接下来我们来做个温馨的总结，告诉您怎样将这些小习惯变成日常的一部分，让身体默默变强壮，走路更有力。您有没有发现，要保住肌肉，走路有力，其实真的不用靠什么昂贵的补品，只要晚上吃对一点点，每天养成简单的习惯，身体就会慢慢给出回应。不管是睡前喝半杯温豆浆，吃一颗水煮蛋，还是来点无糖优格，几颗坚果，1小匙黑芝麻粉，
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动作，日积月累，就是保养腿力、预防跌倒、延缓老化的关键。很多人说年纪大了就该认命，但其实越早开始照顾身体，就越能享受有活力、有尊严的老年生活。我们不是要变成健身达人，而是希望每一位朋友到了70、80岁，还能自己出门、自己走、自己照顾自己。如果您已经在做这些保养方式，欢迎在留言区打个1，告诉我们您平常都吃什么，怎么保养。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方法，也欢迎打个0或留言分享您最想试试看哪一种。您的一句分享可能就能让其他人也跟着受惠。我们也很欢迎您把这部影片分享给家中长辈、朋友、亲戚，尤其是那些最近总说走不动、腰酸背痛、站不久的亲人们。也许只是一杯热牛奶、一匙芝麻粉，就能帮他们找回走路稳当、生活自在的感觉。身体是我们一辈子的房子，照顾好它真的不会太晚，也永远都值得。